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不是火星計劃嗎？創業大課啊，賣完了嗎？創業大課賣完了嗎？你怎麼會問？哦，我怎麼會問你呢？对不对？全場最不可能知道的2個人都坐在現場。我幫你看一下，我看起來應該是最你是唯一，你是文明唯一最後的希望。這邊是登機前廣播，最後登機呼叫。這裡是機長 King 廣播，感謝您搭乘阿金宇宙航空，本次航班編號 TK0701，將由台北小巨蛋飛往火星，時間是2026年7月1號正式起航。目前航班已經開放登機，請尚未登上太空船的旅客加速登機。提醒您，此趟航空不提供保證，不提供承諾結果，也不接受等我準備好再說的登機理由。如果您正在猶豫，不是因為您不夠好，而是這是一趟真正會改變你人生的旅程。再次提醒 ，VIP 登機門即將關閉。阿金宇宙航空提醒您，人生中有些航班錯過了就不會再加開。謝謝您準時登機，再會。就是我覺得我最佩服你的，應該就是說，你對於，還是說这是我觉得我不太懂你的地方。你先用佩服就好，你先用佩服。先佩服，好，佩服，就是说你很嚴格要求自己，就算有某一件大事它正在發生好了，其他的小事要如期 on the right track。Yes。而且這些小事它是定频發生的，就是說它是每個月要發生或每個禮拜要發生的。對。那因為一般人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比較常做的做法就是因為這個大的事情會佔據我非常多的時間，因此我把某一個會定頻發生的事情讓它給減少。可是你沒有。對，因為它就是一個心力練習、心力擴充的過程。對，你就永遠讓它定頻的發生。我把它叫做高喘練習，很高的喘氣程度的練習。因為如果你不做這個練習的時候，你根本沒有辦法。想繼續斷連接，都不想跟你聊。你沒有。我一直想到那個狗跑得很累對，沒錯，對，就是那個，對，就是這個畫面。就 F1 他們戴的那個面罩之後那種，類似像那種。對，如果你不做這個訓練的話，你怎麼可能會知道你在更高壓力的情況下，你能不能維持穩定？對。我要在爬坡機上面讀稿。對啊，朗讀嗎？朗讀，因為你不在，因為我把那個坡度就是那個機器上面能夠設定最高的坡度。那很陡大概15左右，反正如果你沒有走過就知道。那很陡對，等於說我在爬坡機上面是每45分鐘我就會燒掉450卡。如果你對於營養稍微有點理解的話。那你不能給我爬街哦。不會，沒有，我這樣。所以當我在降回平地走路的時候，我的呼吸就是正常，就很平穩。对，所以這也是我近期在做的練習。那這樣你心跳會變慢嗎？不會爆汗啊。不是我說，當你回平地的時候。回平地當然會覺得好容易。對啊。對，所以如果我不這麼做的話，我有很多事情沒辦法完成，包含心裡面也是一樣。如果你同時要處理100件事情，你沒有在這種很高壓的環境下處理過，你怎麼處理這麼多事？對。但我沒有很鼓勵大家這麼分心了，只是怎麼同時抓住100件事，讓100件事都有進度，這個永遠都要練習啊。不然你沒有極限啊，這樣。不然你怎麼調度這麼多部分來把一件事情完成？下次我幫他點這首歌。對，蠻有意思的啦，是一個蠻有意思的挑戰。天空沒有極限。對啊，也鼓勵大家可以去試試看啦，蠻有趣的。一定要讓它就是，當然我沒有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這麼好，我還是也放棄掉一些事。只是我覺得，如果它能夠持續的話，應該要持續才對。不太對啊，沒有，不要給自己太多借口了，包括我們自己也是一樣。好了，我們請20年的兄弟最一個 comment。我的派系應該是我在想用什麼方式比較不得罪他。沒有，但我的派系是這樣，我要麼就是停下來，對，我就什麼事都不幹；我要麼就是一直做，什麼事都不要停，對吧？因為我覺得啟動，那你跟他是同一個派系啊？我覺得啟動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累。我跟他不太一樣，就是我沒有放棄事情，很少。就是我可能不會像他一樣做到爆掉，因為 Peter 是做到爆掉，他就是一個事開始做，他做到爆掉。對。那我不是，我是那個事情開始做之後，我會很吃力，但我不會讓它爆掉。那你穩穩的做。盡可能的輸出同頻。對，但他不是，他是短期間燃盡。
那我不是這個類型。你是短跑選手，我短跑爆衝的。你是馬拉松，想要更接近馬拉松。啊，我是啦啦队，我们要跑。我大概也不是播報台的吗？平常大概是跑，大概跑50公尺，我大概跑400公尺，那是跑5K。所以每個人能量的結果不一樣啊。对。但如果把全部的能量排在同一個時間點，大家都會有很好的表現。就大隊接力啦。就第1棒、第2棒、第3棒這樣。對，等於說可能小俊一開始就開始跑了，對。然後我們後面加入之後，大家能量就疊上來了。對。我們大概可能會。你們就狂奔這樣子。所以還 OK 啦，現在差不多到了我可以高級輸出的時候。對。到了一個好的時機點。我那天在跟我朋友聊天，然後我就說，就是我越来越能夠理解為什麼我們都會說，就有一句話是什麼。老僧會入定，就是對事情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對。然後我就說，我越來越能夠理解，因為我很多時候對於某些事情，那時候是我在跟一個朋友講話，反正他是這樣，就說你生命中總會出現某一些人，他會持續的讓你覺得不開心。對。好，那我作為 friends， 我就會聽他講，這個 A 發生什麼事，這個 B 發生，這 C 發生什麼事嘛。然後過了1個月之後，我就問他說，他怎麼還在我們的話題裡面啊？對，他應該要離開我們的話題了。對。然後下個月我又聽到了，我說他為什麼還沒離開我們的朋友圈？為什麼我們朋友圈剩下這些人？就對我來說，就是好，然後。但他會想要 figure out 為什麼這個人要這麼說那麼說，這幾個月以來都這樣子。對。那我就跟他說，就是我就不會去理解了，因為這些人他就應該離開我的不在你的圈層裡。對。然後他就一直沒辦法改，因為我跟很多朋友都這樣講。有一天我終於想到為什麼了。OK。就是呢，我以前的工作有非常多 political issue，OK，然後政治鬥爭鬥到非常的嚴重，所以我是那種會在開放式辦公室被咒罵的人。那同時，當年的我也會罵回去。昨天那個記者會說我會吼人，就是那個時候咒罵回戰。我跟你講，說這個，有人真的以為昨天我們在舞台上說的全部事情是真的。蠻多事情是真的，真的啊！我不怕有人任何說謊的時候，沒有吧？連海莉那一趴，很真實哦，我都快嚇尿了。然後呢，我就說，就是在 political issue，因為那時候我還很小，20幾歲，所以做一個小妹妹，你就很喜歡跟別人討論說，為什麼執行長要這麼講？為什麼這個副總要這樣講？然後非常多年來，我都過這樣的生活。有一天，我就是等到我現在，我再回去看，我覺得那些人。maybe 就沒有那個意思啊，對吧？你在想說那個副總怎麼了？然後那個執行長怎麼了？然後那個新來的 COO 怎麼了？然後你會一直想說你看那個總經理是誰派系，如何。但在我現在來看，那些事情可能都沒有發生。對，就那些都是你想出來的。但是那樣的生活過了3年，然後這3年我都在 political issue 裡面，自己把自己困住了。你把自己領域展開。對，然後導致我後來就覺得這件事情極其沒有必要。OK， 因為度過一個超強密度，你可以想象你每天跟同事要講3小時 political issue， 而且它是個連續劇情，因為比如說每天會開大會、中會、小會嘛，所以你就會說，你看今天執行長來的時候，你看 Kim 的眼神，你看他之前都坐 P 的旁邊，他今天沒有坐 P 的旁邊了，就是有這種來一個就是宮鬥劇啊，對，就很多宮鬥，但事實上我後來就發現 maybe 它不存在，就這些宮鬥劇是你想出來的，可能事實沒有那麼複雜。但你現在因為依照你那個方式這樣看的話，我會覺得你那個時候的狀態的你，都會覺得周邊的人全部這世界都是壞人。對啊。但你現在覺得每個人都是好人，我覺得 amazing。對啊。是還是說你那個時候就覺得每個人是好人，只有辦公室裡面的人不是，是因為我後來發現根本就沒有壞人。就所有的壞人都是你想出來的。沒有，只有壞的情況，沒有壞的人。對，因為我當年有一個過不去的梗，就是我覺得隔壁團隊副總的人一直在搶我的案子。所以每次當我 push 到一個好的案子的時候，我的案子就會被端走，我就沒辦法去 pitch。可是我可能約到了最高層的，也就意味着這 key man 就要出無限了嘛。但他們都約不到 key man，一旦我約到之後，我這個案子就在周末的時候突然
突然變成別人的案子，禮拜一去 pitch 就是別人，我當時就非常不爽，我就覺得這就是一個宮鬥，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派系不受到大家喜歡。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不是，是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個菜鳥。我就是一個很菜的菜鳥，一個剛當業務半年的人，然後你靠着意志力跟很努力，你終於找到一個 key man， 但全部人都知道，只要是你去 pitch， 我靠，close rate 會下降，對，所以他們想要把這個案子給 close rate 高的人。那這件事情是合理的，一個系統化工程。對，好，那為什麼這個是週末會發生？因為週末會開高階主管會議，對嘛？全部的副總會跟執行長或跟老闆一起在週末開完會嘛，他來跟我們這樣講話。他講完之後就說：“那個案子現在在在小君身上，那個 Kim， 你覺得小君可以玩這案子嗎？”那身為內部的人就說：“我覺得他不行，對吧？”好，那這樣，那個換那個 Peter 下別人去接，你 OK 嗎？好 ，OK 啊，好，那這樣開始換。然後你就看到 Slack 有個訊息，那小俊你明天不能去 pitch 了。但你是怎麼轉念這件事情的？我覺得，因為我認識的人，對，就是都會是用這種方式，但他我没有辦法在你在一個人的個性上看到兩個世界，我覺得這是超困難，就是很複雜。沒有，我就發現原來自己在很 suck， 就自己是個爛人，就是說能力不好的時候很愛抱怨。那你 switch 你自己的時候說我很傻，我就 switch 掉了嗎？沒有吧？没有，你會在某些時候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然後當你遇到事情很多的時候，你會在某些人上看到這個人現在反應是你當年的反應，可能因為現在位置不一樣了嘛，所以你就會發現說，你就會開始說他現在反應不必要啊，但你就突然 deja vu 覺得不用，你5、6年前你也是這個反應的，那為什麼你現在沒有這個反應？你這樣為什麼覺得他反應不必要？因為你現在看到那個全局的視角，因為名單有限，對，這個世界的名單沒有無限，同意。所以名單有限的狀況，魚池裡的魚是有限的，是有限的。所以你就是作為瞭望台發現大魚的人嘛，對，但你沒有能力捕魚嗎？瞭望台，那這樣的話，我就會很安全的留下來。今天稍早有一個 podcast 在講一個詞叫斬殺線。斬殺線，對，斬殺線。那它其實是一個遊戲術語了。那遊戲術語的內容它是這樣子，就是那個過去打的老大血很厚，對，所以呢，所有人都會去打那個老大嘛，打到他快死掉的時候，那個老大會呈現一種狀態，就是這個遊戲裡面最菜的人去打那個老大，那個老大都會死掉因為那個老大到了斬殺線到了就是在一刀他就掛了。對，所以只要他到了斬殺線，在這個遊戲裡面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輕易的滅掉那個老大。沒錯。好的，那現在問題就來了，就是呢，那一些英雄們肯定會希望他們是要去斬希望他是最後一刀，因為前面他們打了這麼多嘛，好不容易把他打到斬殺線了。但是也有另外一種人，是他知道自己會幹掉那個老大，所以他會願意把那個斬殺線的那一刀給別人。因為斬殺線那一刀如果給別人了，對於那個人來說經驗值會大幅增加。沒錯。但是其他人就沒有一定需要這個東西。對。所以他的邏輯其實是你怎麼看待那一條斬殺線在不在你手上的邏輯。同意。對啊。同意。我覺得這個就是這個詞彙我蠻喜歡。蠻喜歡的。對啊。我們下一集見。拜拜。那小安，你真的好好聽一下小君姐剛剛講什麼。